楚风哥哥，你发什么呆呢？该不会你也被吓到了吧？可忽然，宋允的声音却打断了楚风的思绪。你这丫头搞什么啊？楚风看向宋允，却是神色一变。宋允一路上都披着长袍，长袍倒是没有变化，可是兜帽下的小脸却是有了变化。她已经从一个稚嫩的小美女变成了一个满脸麻子的少年。这招亲大会只有男人可以参加，我想进去，当然要伪装一下。宋允以暗中传音的方式说道：“丫头，你也要进去？”楚风有些意外：“我当然要进去，我不进去，谁指引你找圣玉珠？”宋允说道：“可是那里可有黑煞老魔的手下，你能瞒得过他们吗？”楚风有些替宋允担心，负责把守结界门入口的界灵师，一看就是不凡之辈，更何况那还是黑煞老魔的手下。就连楚风用结界之术改变形象的话，都没把握瞒得过他们，就被说宋允了。楚风哥哥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宋允笑眯眯地冲着楚风眨了眨眼。见状，楚风也是无可奈何，只得与宋允一同飞落而下。虽说在他们前面已经有2个人踏入结界门，可当楚风与宋允穿过人群，直奔结界门而去的时候，仍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。来者何人？自报家门。结界门旁有着几位界灵师把守在那里，其他界灵师都是站着的，但却有一位是留着白胡子的界灵师坐着。坐着的那位白胡子界灵师，他身前有张木桌，木桌上有纸笔，他正是用那纸笔记录踏入者的身份。晚辈来自九魂天河，名为宋允。宋允施礼说道。只是此时的声音已是少年的声音，那白胡子界灵师连头都没抬，也没有说话，只是抬手一挥，一颗金色的珠子飞向了宋允。宋允接住珠子，结界之力涌入其中，那珠子立刻光芒大盛，那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的证明。宋允过关了。见状，那白胡子界灵师才大笔一挥，将宋允的名字写在了纸上。进去吧。白胡子此话落下，宋允也不废话，施以一礼，便踏入结界门之中。可是看着宋允消失在结界门内的背影，楚风却是目光深邃，若有所思。因为在楚风来看，宋允刚刚的结界之力的确是自体内释放而出，那结界之力十分纯粹，且有宋允气息，不像是某种至宝的力量。可若不是至宝的力量，那岂不是说宋允也是一位龙纹级圣袍界灵师？可是她才多大呀？她可是只有10几岁的少女啊！回想一下自己10几岁的时候，别说龙纹级圣袍了，金袍都是不敢想象的。倘若宋允不是用至宝，而是真的拥有龙纹级圣袍的结界之术，那这个丫头的天赋未免太可怕了一些。她忽然间有了一种感觉，这个丫头似乎比自己想象的还不简单。我说你发什么愣？你到底要不要进去？忽然一声呵斥响起，是那名负责记录的白胡子界灵师。晚辈楚风，来自祖武天河。楚风思考了一下，没有说圣光天河，而是说出了祖武天河。因为在楚风来看，圣光一族不配做天河之主，他楚风虽不以天河为耻，但却以圣光一族为耻。什么祖武天河？然而哪怕祖武天河这4个字，也同样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人们本就盯着楚风，此时看向楚风的目光则是变得更加明亮。可是紧接着却是一阵刺耳的笑声。祖武天河不就是圣光天河吗？真是可笑，圣光天河的废物居然也敢妄想成为黑煞大人孙女的夫婿，这可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想得连脸都不要了。一时之间，嘲讽与挖苦的声音响彻不断，他们议论公孙家的3位天才以及尹天仇，都是人家走后才敢说话。可是对于楚风的羞辱，他们却是光明正大，这就是鄙夷，来自地狱的鄙夷。因为在九魂天河之人的眼中，圣光天河就是不如他们的，那是弱者所在的天河。尤其在这些所谓天才的眼中，圣光天河的人就更是垃圾中的垃圾。你们的确是一群癞蛤蟆，也难怪你们不敢进去。忽然一道声音响起，竟是楚风。楚风此话一出，众人皆是愣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想到，这个来自圣光天河的人居然敢羞辱他们。妈的，你这个废物，你有种再说一遍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信不信我要了你的狗命？你这无知的东西，老子一句话就能灭你全族。短暂的愣神之后，却是铺天盖地的辱骂，不断向楚风冲击而去。怎么要试试吗？楚风目光微眯，隐隐间已有寒意涌现。全都给我住口！可就在此时，那负责记录的白胡子界灵师却是发出一声怒喝，紧接着便看向楚风。看着楚风手中那已经散发光芒的石头，他并没有对楚风刮目相看，反而说道：我劝你3思而后行，这里可是九魂天河，而不是你圣光天河，这里的危险程度可能会要了你的小命。就连他一位老一辈的界灵师也同样看不起楚风。楚风微微一笑，没有说话，而是将石头还给那白胡子界灵师，便向结界门走去。他的态度非常明确，就是要挑战这运雾森林，不知死活。白胡子界灵师嘴里嘟囔着这一句话，便打算将楚风的名字记录在了纸卷之上。虽然他看不起楚风，可这是他的职责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有资格进入其中，且敢进入其中，他就需要进行记录。前辈，我来自祖武天河，而不是圣光天河。可谁曾想，楚风的声音却忽然响起，他在提醒那界灵师，希望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记录自己的来处。知道了。废话真多。那白胡子界灵师虽然嘴上应承，可是大笔一挥之后，留在纸卷上的字迹却仍是圣光天河楚风，而并非祖武天河楚风。无视，这是再明显不过的无视。不过楚风却并没有恼火，因为这种事情他已经见惯不惯了。要想被人看得起，不能靠嘴，要靠实力。如今实力不如他人，就算被人看不起，也只能忍着，否则无用的怒火不叫有骨气，而是无能。但楚风却仍没有乖乖地踏入结界门，而是在结界入口处忽然止步，回头望向身后的众人。我说，废物们，有本事的就进来，我倒是想看看你们这九魂天河到底有多凶险。记住了，你们的爷爷我在里面等你们。此话说完，楚
楚风轻蔑一笑，这才踏入了结界门之内，而留在外面的后辈们则顿时炸开了锅。楚风留下那般挑衅的话，这可激怒了九魂天和这些界灵师天才们，他们对楚风咒骂连连，更是有人放出狠话，带着楚风出来，必然要楚风好看。没用的东西们，在这里叫嚷有什么用？连圣光天河的人都看不起你们了，真是丢我们九魂天河的脸。白胡子界灵师看着那些小辈，一脸的鄙夷。这种情况下，竟有许多小辈心一横，开始报名，然后纷纷踏入结界门之内，就是为了教训楚风。只是当其中一名男明年踏入结界门后，却根本看不到楚风，在他的面前一个人影都看不到。这个胆小鬼放完狠话，结果他却跑了，真是浪费老子时间。这人见楚风不在了，便想转身离开，却发现在他的身后根本就没有结界门，并且诡异的一幕发生了。先不说在他的身后还有一堆人排着队伍要进来教训楚风，明明在他之前也有不少人进入了结界门之内，就算楚风逃了，可是那些人也应该在才对啊。糟了，那青年男子脸色变得极为难看，他已经反应了过来，穿过结界门的确进入了运雾森林，但却是被随机传送到不同的区域，而不是固定的入口处。这就是为何此时他的周围一个人都看不到的原因。他本想进来教训楚风一下就离开的，现在可倒好，他没找到楚风不说，却根本无法离开此地了。至于楚风，他也发现了这运雾森林的玄妙之处，与众人分散。楚风倒是不怕失信于那群小辈，但是他担心宋允啊，毕竟宋允还是个娃娃，就算是他真的有龙纹级圣袍的实力，可是在这种地方也是难有生存空间。况且那圣玉珠要如何找，楚风还不知道，想要找到那圣玉珠还要靠宋允呢。现在他们两个分开了，可如何是好？于是楚风开始四处搜索宋允的下落，只是找了足足1日的时间，直到进入运雾森林的时间已经结束了，楚风还是无法找到宋允。虽然没有找到宋允，但楚风却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这运雾丛林的外面有着一重结界，不让他们离开此地，但是运雾丛林内部也有着一重透明的结界墙壁，那重结界墙壁将运雾丛林分割开来，使得楚风他们只能在一部分森林内活动。虽然这一部分森林面积已是非常之大，但好端端的分割开来，让楚风觉得那不允许他们踏入的地方必然是有着某种宝物，或者说是有着某种危险，又或者说是达到一定条件后才能够进入，并且他们进入这里明明是抢夺招亲大会的名额而来，但却毫无头绪，不知该如何抢夺名额。因此楚风推断，在进入运雾森林的入口关闭后，必然会给予他们提示。诸位小友，非常感谢你们不远万里来到此地，可想要参加黑煞大人孙女的招亲大会，却要拿出你们的真本事。果然如楚风所料，当进入运雾森林的时间结束后，虚空之上便传来了浑厚的声音。那声音楚风有些耳熟，应该就是那个负责记录的白胡子界灵师。这位白胡子界灵师为楚风等人讲述了运雾森林内的规则。首先，运雾森林被结界墙壁一分为2，一天之后，楚风等人所在的区域就会被自动传送出运雾森林，也就是失败者若想不被淘汰，就必须要在1天的时间内穿过结界墙壁，进入到运雾森林的深处。那结界墙壁楚风早已发现，若想凭借楚风等人的手段想要突破那结界墙壁是不可能的。当然，既然是考核筛选，就必然有着可以破局的方式。这破局的方式很简单，当白胡子界灵师话音落下之后，考核便正式开始，而楚风等人所困的区域内就会出现金木水火土5种阵法，这些阵法各自独立，随机出现在这森林的各个地方，而只要需要破开阵法，就能够拿到对应的阵法钥匙。但是必须集齐金木水火土5把钥匙，才能够穿过那结界墙壁，进入另外一个区域。可是进入另外一个区域只是这场考核的第1关，至于如何夺取那3个参加招亲大会的名额，白胡子界灵师并没有说。当白胡子界灵师讲述了考核的方式后，这场考核也是正式开始，所有人都使出各自的观察手段，搜寻那金木水火土等阵法。至于楚风也是如此，虽然他迫切寻找宋允的下落，可却也深知不可错过拿到阵法钥匙的机会。于是楚风也是张开天眼，仔细观察周围，而很快楚风便发现了一座金色的阵法。金色的阵法是隐藏状态，但在楚风的天眼之下却是极其明显。这座阵法不是很大，不过高达3米，长达5米，如同一个半透明的大碗扣在了地上，因此透过阵法能够看到阵法内部。阵法内部漂浮着一把钥匙，钥匙上面刻写着一个金字。楚风看到这阵法，先是观察一番后，便立刻布置破解阵法。很快楚风便将阵法破开，那刻写着金字的钥匙也是落在了楚风手中。从白胡子界灵师宣布考核开始，到楚风拿到这把钥匙，只是过去了区区半炷香的时间而已。在楚风看来，想要凑齐金木水火土5把钥匙，应该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。兄弟，真是有缘。可楚风刚刚拿到钥匙，却有一道声音自楚风身后响起。回头观望，一个满脸邪魅的男子站在远处的树杆之上。这名男子楚风认得，他乃是那个被称为混世小魔王的男子尹天仇。楚风虽然刚刚专心破阵，可却也有释放结界之术，感应周围情况。可眼下这尹天仇就站在楚风的面前，若不是他呼唤楚风，楚风还真感受不到他的存在。这让楚风明白，这个尹天仇的确不容小觑。有事？楚风问道。的确有点事，兄弟，我不喜欢兜圈子，我就有话直说了。你刚刚拿到的那把钥匙，我也有用，给我吧。尹天仇倒也直接说出了他的来意。不好意思，这钥匙我也有用。楚风说道。兄弟，我知道你拿到这钥匙也不容易，这样我不会白拿你的钥匙，我用这个交换。话罢，尹天仇大袖一挥，自其袖中竟丢出一个乾坤袋。不，那不是乾坤袋，而是一个麻袋。麻袋起初很小，但自其袖口掠出，便急速扩大。袋子落地之后，便立刻解开，竟是一个女子。
藏于袋子之中。那少女不仅一丝不挂，身上更是布满了触目惊心的伤痕。兄弟，怎么样？这可是一位龙纹级圣袍界灵师，和你我一样，都是想进入这玉木森林拿好处的。虽然他女扮男装，骗过了外面那些老头，但却没能骗过我。我已经享用过了，滋味不错。你若不介意，我就用它来换你手中的钥匙，如何？尹天仇笑眯眯地对楚风说道。但楚风根本没有尹天仇，而是目光盯着那少女的脸，因为那少女此时满眼泪水，不仅看着楚风，更是不停地说着2个字，只是她太虚弱，连声音都发不出来。可是从她的嘴型，楚风还是可以看出，她说的乃是救我。看着女子此等模样，楚风可以想象女子经受了怎样的折磨。楚风此生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欺负女人，更何况这尹天仇竟对这女子做出了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情。于是楚风大袖一挥，那麻袋立刻封闭，且落到了自己身旁。麻袋来到身旁，楚风便向麻袋内丢入了衣服以及丹药，你自己疗伤吧。楚风没有看向麻袋，但这句话却是对麻袋内的女子说的。兄弟，你还真是有同情心，不过也对，把他伤势治好，再来玩反而更好。不过你想怎么玩，那是你的事，把钥匙给我吧。尹天仇以为楚风接受了他的交易，笑眯眯地对楚风伸出了手，示意楚风将钥匙丢给他。可谁曾想，楚风却将手中的钥匙放入了怀中，随后拍了拍那藏于钥匙的位置，对尹天仇说道：畜生，有本事你自己过来拿。听闻此话，那尹天仇原本挂满笑意的脸庞顿时变得冰冷，一股磅礴的杀意更是弥漫这方天地。你这是要找死？尹天仇咬牙切齿地说道。找死吗？如果你说我现在做的事叫做找死的话，那我只能说类似这种找死的事情我经常做，不过也没办法，谁让我是修武者，看不惯恃强凌弱，尤其是欺负女人的畜生。像你这种畜生，我楚风向来看见一个打一个。楚风看尹天仇的目光充满了鄙夷，原来是因为那个女人。可尹天仇听到楚风的话后，不仅没有更加愤怒，情绪居然有所缓和。兄弟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因为他与我为敌，你可想过值不值？尹天仇问道。他是觉得楚风不知道他是谁，所以才会如此分不清局面。火焰罗的弟子尹天仇，楚风说道。既然知道我是谁，你居然还敢与我作对？尹天仇目光凝视着楚风，眼中尽是意外之色。他没想到楚风知道他是谁，居然还敢与他为敌。在九魂天河，你似乎有些名声，但这依旧不妨碍我杀了你，尤其是在这里，反正我杀了你，也没人知道是我做的。楚风此话说完，一股磅礴的结界之力便释放而出，穿过森林，进入土壤，封锁了这片天地。准确的说，那不是结界之力，而是结界阵法，是隔绝阵法。楚风不想任何人看到他与这尹天仇的争斗，居然是龙变三重。尹天仇感受到楚风的结界之术，已经能够分辨出楚风的实力水平。可谁曾想，楚风却微微一笑，是龙变二重。龙变二重？你骗鬼呢？这样的力量，只有龙变三重才能做到。尹天仇说道。那是因为你的实力不够，你做不到，不代表我做不到。楚风讽刺地说道。有趣，有趣，难怪你有如此底气，敢与我尹天仇叫板，原来也是龙变三重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也不妨实话告诉你，其实就算你刚刚老老实实的将那钥匙交给我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你与那个女人从遇到我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都要死。不过现在这样的话，对我而言反而更有趣了。杀一只猛虎，可比杀一只鸡有趣多了。尹天仇说这话的时候，嘴角扬起邪恶的笑容，眼中更是杀机毕露。倘若说刚刚的他只是因为玩乐才披上了羊皮，那么眼下的他则是露出了本来的凶相。至于楚风，也是丝毫不惧。尽管在此之前，楚风与这尹天仇无冤无仇，可当楚风看到那女子的惨相之后，就决定要在这里要了这尹天仇的命。楚风从来不以正义人士自居，但遇到这种凶恶歹徒，也从来不会手软。转眼间，二人已是站在了一处。虽因这阵法所限，二人只能使用结界之术，无法动用武力，可二人所掀起的威势却依旧凶猛异常。麻袋内的女子疗伤之后，便准备逃离此地。可是当她看到眼前的威势之后，却是愣住了。他是谁？怎么会这么厉害？女子的目光一直凝视着楚风。尹天仇有多厉害，她早有耳闻，那可是能够凭借龙变三重的力量，轻松击败6品至尊境修武者的存在。可是眼下，这个对他而言极其陌生的楚风，却也展现出了丝毫不弱于尹天仇的战力。楚风与尹天仇以结界之术对战，丝毫不落下风，这让女子意识到楚风必然也是大有来头。于是原本准备逃离的他，竟然没有真的逃离，而是躲到远处观望起来。有趣，真是有趣。本以为是遇到了一个倒霉蛋，不曾想你居然深藏不露，难怪你敢与我尹天仇叫板，爽快，真是爽快啊！杀了你这样的天才，可比杀掉一个废物有趣的多。尹天仇意识到楚风战力超然后，不仅不惧，反而兴奋的大笑，那种自信的模样，就宛如他有着足够的把握能够胜过楚风一般。尹天仇如此淡定，楚风的内心反而不再从容。楚风不是一个内心脆弱之人，相反，楚风经历过那么多大场面，向来是遇事不慌的。尽管在此之前已经听闻尹天仇的结界之术战力极强，可楚风对于自己结界之术的战力也是有着绝对的自信。楚风明明只是龙变二重，正常来说他只拥有堪比4品至尊的战力，可他能够对抗龙变三重的尹天仇，除了靠着九龙圣袍的力量外，还有他的结界血脉。是这2重力量让楚风连续提升2品战力，从堪比4品至尊达到了堪比6品至尊的地步。原本楚风以为
凭借他的实力可以轻松战胜尹天仇，却不曾眼下自身力量几乎已经全无保留的施展而出，可依旧无法击败尹天仇。这尹天仇的实力比楚风预想的还要强横得多，这样下去，楚风就只能使用天师浮沉了。但天师浮沉的力量虽然深不可测，可楚风根本无法掌控。若是天师浮沉愿意，只要给予楚风足够的时间，布置出抹杀一品武尊的阵法也是不难。可若天师浮沉不愿意，楚风强行催动的话，他能带给楚风的好处也只是增强结界阵法的一些力量罢了，不会超脱出自己当前实力太多。所以就算使用天师浮沉，楚风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够战胜这尹天仇，因为根据楚风的猜测，尹天仇如此自信，那必然是还有底牌。差不多了，小子，游戏到此结束。一番对决后，尹天仇身形后退，而楚风注意到他的手中出现了一个灰色的碗，随后尹天仇单手捏诀，灰色的碗上面便出现了蓝色的符咒，符咒如鱼在碗上游动。与此同时，尹天仇的战力竟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至宝，那是能够提升结界之力的至宝。楚风猜对了，这尹天仇果然有后手。这种情况下，楚风也不再有所保留，天师浮沉出现在连他的手中。这是令楚风失望的是，天师浮沉此刻没有任何特殊的反应，也就是说，天师浮沉不愿意给予楚风更多的帮助。不过好在，天师浮沉毕竟是少见的宝物，哪怕他没有觉醒，没有赋予超脱境界的力量，可只要楚风催动于他，仍然能够让楚风的战力得到了提升。至少眼下来看，这天师浮沉所提升的战力能够保证楚风不被尹天仇所压制。你居然还有如此宝物，看来我是不虚此行了。尹天仇看出来楚风战力提升靠的乃是其手中的天师浮沉，于是他再度疯狂地大笑起来，一边催动手中那闪烁着蓝色符咒的银碗，一边不断向楚风发动进攻。虽然手中托着银碗，这架势不太好看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尹天仇的攻势比之先前却是凶猛了数倍不止。面对这样的尹天仇，楚风反而也是变得兴奋起来。他一边与尹天仇交手，一边目光时不时地看向那银碗，心中暗道：这宝物我要定了。楚风与尹天仇这场对决皆是势在必得，因为败者很可能会死。可二人尽管皆是祭出了各自能够提升结界之术的至宝，但却依旧胜负难分。事到如今，二者几乎已经没有保留，可对决依旧极为焦灼。时间一点一滴流逝，转眼间，二者的这场对决竟已过去了将近1日的时间。倘若1日时间过去，二者依旧胜负未分，那他们就将接受另外一个结果，他们两个都会被淘汰，将被阵法的力量传送出这玉木森林。这让楚风有些焦急起来，毕竟他进入这玉木森林是要帮助宋允拿到圣玉珠，这样拖延下去可就要错失机会了。可是这尹天仇的实力当真极强，与同辈界灵师的对决中，还从未有人能像这尹天仇这般带给楚风这样大的压力。想要击败这尹天仇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然而，就在楚风不停的思考要如何击败这尹天仇的时候，尹天仇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，他竟将手中的银碗猛然丢向了半空之上。银碗脱手之后，立刻变大，转眼间进化做长达数万米的巨物，将楚风和尹天仇都笼罩了起来。这感觉不对劲，被银碗笼罩，楚风顿时暗叹不好，这银碗具有特殊的力量。当被他笼罩之后，楚风只感觉自己好像被银碗掌控了。楚风感觉不对，便赶忙逃脱，却惊愕地发现竟然无法逃脱银碗的范围。在银碗笼罩的范围外，有着一众无形的墙壁，那墙壁极为坚固，楚风竟无法将其击破。看来你发现了，不过没用的，除非你的实力超出我，否则你逃不出去的。尹天仇对楚风说道，自身实力不够，便想用至宝的力量来击溃我。尹天仇，你不过如此。楚风以讽刺的口吻说道，你错了，我虽然要依托这至宝的力量来击溃你，但归根结底，我靠的还是我自己。我承认你很有本事，但你若真的觉得你能与我尹天仇相提并论的话，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。现在我就让你知道，你与我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。猛然间，磅礴的气焰如潮水一般自尹天仇的体内释放而出，直冲天际。那气焰有些诡异，乃是由白色、灰色、蓝色3种颜色的气焰相融而成，它们似龙非龙，似有自己的生命，但又像是一个完整体。美，非常的美，但美丽的同时却又让人感到敬畏。那不是武力，也不是结界之力，是血脉之力，世界灵师独有的结界血脉。那结界血脉出现之后，楚风感受到了极强的压迫感。怎么会这样？不仅将结界血脉以这种形态释放而出，并且这结界血脉没有蕴藏一丝结界之力在其中，可却能够带给我如此强的压迫感。是这宝物在作祟吗？楚风抬头望向那遮住虚空、笼罩住了这方天地的银碗，他觉得眼前的局势极其不正常。若非要解释，那必然是这银碗的特殊力量。你是不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力量？我来告诉你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结界血脉，就与修武者的天赐神力和天级血脉一样，但这是结界血脉，世界灵师才会拥有的血脉。但结界血脉的稀有程度比之天赐神力还要稀有数万倍，唯有被上天选中的天才中的天才才能够拥有结界血脉，而这就是我的结界血脉。现在你知道你的对手是谁了吗？我尹天仇可是9魂天和所有界灵师中最强血脉的拥有者。尹天仇似是想让楚风死得明白，也可能是单纯的想炫耀一下自己的本领，所以他没有急着对楚风动手，反而很是得意的讲述起来。结界血脉只能起到辅助界灵师的作用，虽然可以增强结界之术，甚至保护自己，但本不能直接用来对战。可现在你的结界血脉带给了我极强的压迫感，这压迫感远非你先前的结界之术可比，说明这结界血脉的力量已经超脱了你自身的力量。为何会这样？是这件宝物吗？楚风对尹天仇问道。其实不用尹天仇解释，楚风也知道，
尹天仇所释放的乃是结界血脉，但楚风比较想知道，为何尹天仇的结界血脉会带给他如此强的压迫感。你猜对了，我这件至宝可是大有来头，它名为血脉空间，它增强我的结界之术，不过是辅助作用罢了。它真正的力量是能够开启血脉空间，除非你的境界或者实力远胜于我，否则在这血脉空间内，你的结界之术将会失效。只有结界血脉才是定夺胜负的关键。简单的说，当血脉空间开启之后，在这空间内孰强孰弱是结界血脉说的算。尹天仇解释道。而听闻尹天仇的解释后，楚风的脸上竟扬起一抹喜悦的笑容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我会如此兴奋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说兴奋？你不是说感受到了我的压迫？既然感受到了我结界血脉的压迫，你不是应该感到恐惧才对吗？尹天仇目光微微变化，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妙的地方。对，的确感受到了压迫，不过相比于你带给我的压迫，我此时的血液已经激动难耐，恨不得立刻冲出我的体内。尹天仇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有生以来还从未像现在这样兴奋过，我已经控制不住他们了。楚风满面笑意，可是在尹天仇看来，楚风此时的笑意是如此的诡异。他们，你说的他们是谁？尹天仇眉头紧皱，身体竟然开始向后退去，在他的脸上出现了慌张之色。你马上就会知道。楚风此话落下，紧接着他的体内竟然传来比雷鸣还要刺耳的轰鸣，紧接着自楚风体内磅礴的气焰如火山喷发一般自楚风体内释放而出，那气焰已经涌现，直冲天际，无论从威势还是数量上都远在尹天仇之上，并且还拥有着5种颜色，是由白、灰、蓝、紫、金5种颜色相融而成。5种颜色如同5种凶猛的巨兽，隐隐间甚至能够阵阵低吼和咆哮自那气焰之中传出。虽然不是特别清晰，但这种声音却是尹天仇的结界血脉所不具备的。倘若说当结界血脉的力量彻底显现，颜色的数量是判断强弱的标准的话，那么楚风的结界血脉比之尹天仇还要强大数倍不止。该死！看到楚风所释放的结界血脉，尹天仇的脸庞都变得扭曲起来。他说完这句话，身上便绽放出了白色的光华，那光华只出现了瞬间，可是当白色的光华消失之后，尹天仇竟然也不见了，逃了。这个家伙居然能逃！楚风虽然很不甘心，可是他能断定尹天仇的确已经逃了。原来尹天仇从一开始就有逃脱的手段，这就是我母亲大人给予我的结界血脉吗？尹天仇逃脱后，楚风则是抬起头观察起自己释放出的结界血脉。结界血脉一直流淌于体内，楚风曾多次运用结界血脉的力量，不仅用它来抵消毒物，还可用它掌控阵法，甚至还能让楚风获得提升1品的战力。楚风能够凭借龙变2重的境界对抗尹天仇，靠的不仅仅是9龙圣袍，靠的也是自己的结界血脉。可是如此完整的将结界血脉释放而出，如此完整的看到结界血脉的形态，楚风也是第一次。想必是这个名为血脉空间的银碗，才让自己的结界血脉显现出了真正的形态，且让他展现出了部分力量。虽然同样强大，但是与自己的天雷血脉不同的是，楚风的结界血脉非常的美，它以气焰姿态飘于半空之上，就像是极光一般闪耀，但它比极光更美，因为它拥有着5种颜色，5种颜色同时散发光芒，那种绚丽程度震撼人心。这样的美看得楚风内心震荡，毕竟如此的强大的力量是属于他的力量。忽然笼罩楚风头顶的银碗开始缩小，与此同时，楚风释放出的结界血脉也是受到了影响，自动回到了楚风体内。很快银碗恢复成了原来的大小，而这片天地也是恢复成了本来的模样。这还真是一件宝物，不过可惜已经认主了。楚风接住银碗，本想仔细感受它的力量，但却发现银碗竟然拒绝楚风的感知。它虽然就在楚风手中，但却不受楚风所控，他已经认主了。楚风猜测他的主人多半就是尹天仇，可是楚风想要破他们之间的契约，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血脉空间吗？真是一件好宝贝。楚风虽然无法掌控这银碗，但楚风却非常欣赏银碗这样的宝物，若能为楚风所用，日后遇到如尹天仇这种难以对付的界灵师同辈时，必然可以成为楚风的一大杀器。更何况今日能够将尹天仇击退，靠的还是他呢。说到这里，楚风倒是也想感谢尹天仇了。本来楚风还不知道如何击败尹天仇，不曾想尹天仇用了这样一手，直接将自己逼入了绝境。的确是绝境，以2者结界血脉的差距来看，若不是尹天仇用特殊手段难逃脱，那么他必死无疑。小女赵明月，多谢恩公救命之恩。忽然一道充满感激的声音自楚风身后响起，是那名被楚风从尹天仇手中救下的女子。此时跪在了楚风的身后，女子不仅穿上了楚风给她的衣服，在楚风那丹药的治愈下，伤势也恢复了许多，虽然脸色仍然很差，但至少皮外伤已经消失。这女子长得真是不错，虽算不上倾国倾城，但也算是一个气质美女。想到这样的女子竟然被尹天仇那畜生，楚风心中也是有些心疼，但这种心疼也是一闪而逝，不是楚风铁石心肠，而是在这个世界上，这种不公之事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。楚风这是遇到了他遇不到的，且比这过分的事情简直数不胜数。除非楚风掌控整个浩瀚修武界，否则根本无法真正的阻止。不要客气，你还是找个地方躲起来吧，不要继续下去了。楚风对女子说道，他希望女子赶紧离开此地，免得再遇到危险。恩公，请等一下。小女还不知恩公尊姓大名。那女子说道，举手之劳不值一提。楚风本想直接离开，可谁曾想楚风还未动身，那女子却扑通以上扑倒楚风面前，并且还紧紧地抱住了楚风的腿。恩公，对您来说这是举手之劳，可对我而言却是保住了性命。对于恩公的大恩大德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但起码要知道是谁救了我。
恩公，求您了。那女子说话之时，已是红了眼睛，眼看着眼泪就要掉了出来。好了好了，我叫楚风，姑娘，你快放开我吧，你再不放开，我就要被淘汰了，你可就是恩将仇报了。楚风很是无奈地说道。抱歉，恩公，是小女子失礼了。听闻此话，那女子才反应过来，赶忙放开楚风。楚风离开此地后，可谓心急如焚。他不害怕尹天仇的报复，他害怕的是无法集齐5把钥匙，更害怕找不到宋允。尤其是眼下，距离考核开始已经过去了大半时间，这段时间内必然已经有许多藏有钥匙的阵法被人发现，留给楚风的机会已是越来越少。可忽然，楚风面色转喜，他虽然没有看到藏有钥匙的阵法，可是他却看到了一大批戒灵师。这些戒灵师，其中一些楚风还见过。在楚风进入这运雾森林之前，这些家伙中的一些人就曾嘲讽过楚风，而楚风还注意到他们中的有些人腰间还挂着结界钥匙。最可笑的是，这些家伙不仅结伴行，并且还很有共同话题，他们极为统一的在抨击着同一个人，而他们所抨击的人居然正是楚风。看来老天爷待我不薄啊！楚风那原本紧绷的脸上再度露出了笑容。那个废物最好别被我遇到，不然别说是他，老子连他家族都一窝端了。一个区圣光一族的废物也敢来挑衅老子，他是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我要让他永生永世都后悔对老子发出挑衅。那行人一边赶路一边放出狠话，其实要不是那个废物挑衅我，我也不会进来。所以话说回来，还要感谢那个废物。虽说我不打算进入下个阶段，而是打算直接被淘汰，可是我出去之后身上有这4个结界钥匙，也足以证明我的实力。我可以大声的告诉别人，我进入这运木森林不是为了获得机会，只是想教训那个废物。但是我有穿过结界的实力。这一群人中，一个身材微胖的男子指着腰间的4把钥匙得意的说道：兄弟，你不打算进去，不然把钥匙送我吧，不要浪费啊。另外一个腰间只有3把钥匙的白脸男子对略胖的男子说道：送给你，兄弟，我们不过萍水相逢，这要是我拿出去还能彰显我的实力，但是我送给你，我有什么好处呢？略胖男子鄙夷地看向那白脸男子，白脸男子很是不爽，却也知道自己理亏，所以只是轻哼一声，没有反驳。你可这傻，在这种地方何必要他送？你直接抢过来不就好了？就在此时，人群之中又传来一道声音：抢！有本事你来抢，你若能抢走，老子就送你。微胖男子冲着那声音传来的方向怒吼道，他已经生气了，引导别人抢夺他的东西，哪怕是玩笑他也难以忍受，甚至打算教训一下那个说话之人。可是他望过去后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他竟无法判断刚刚那句话是谁说的。遇到这种情况多的不只是他，在场的总共有13人，他们有几个本来就是朋友，剩下的则是朋友的朋友，皆是偶然间相遇。可眼下间，这是13人，皆是满眼迷茫，那种眼神就好像他们也不知道是谁在说话一样。抢到就归我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倘若我能抢到，不是说明你大度，而是说明你废物。忽然，那道声音再度响起，只是这一次不再是从他们人群之中传来的，而是传自这片森林的正前方。这道声音再度响起，无论是微胖男子还是其他人，都顿时乱了阵脚。这说明刚刚说话的根本不是他们13人之中的人。他们13个聚在一起，虽然是偶然性，可是说到底，他们凑在一起也是想着人多力量大，能够给自己一分保障。可眼下，在他们13人抱团的情况下，还有人站出来说出抢这个字，这让他们皆是心中一紧。只是一瞬间，有的人连冷汗都下了出来，都觉得是一个他们对付不了的家伙出现了。只是当他们顺声观望，终于看到那说话之人后，不仅脸上的不安消散，取而代之的竟然是狂喜。妈的，我还以为是谁，原来是圣光天河的废物！臭小子，老子进来就是为了教训你的，想不到你小子还敢来到老子面前。老子今日若是让你活着离开，老子就不叫王彦庆，杀了他那是成全了他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。见到楚风，先前还吓得脸色发青的众人顿时化作了活阎王，一个个凶神恶煞，那个架势更是打算把楚风挫骨扬灰，甚至有人还要让楚风生不如死。可忽然之间，一道身影如同鬼魅一般来到了他们人群之中，是楚风。楚风也不废话，手掌如刃，直接穿透了那微胖男子的下巴。当其手掌拔出之际，微胖男子倒在地上，痛苦的哀嚎。只是那哀嚎声虽然痛苦万分，但却有些诡异，总觉得他的声音不太对劲。而人们看向楚风，才恍然大悟。只是恍然大悟后的他们却被吓得魂飞魄散。只见楚风手中竟然抓着一个血淋淋的物体，他们若没猜错，那乃是微胖男子的舌头。微胖男子可是龙变一众的戒灵师，虽然不是他们之中最强的，可是他们之中却也没有超出这个境界的人。这让他们意识到，这个来自圣光天族的家伙根本不是一个废物，而是一个魔鬼。快走！眼见不妙，剩余的12人转身就要离开，只是他们刚跑了没有几步，却纷纷发出惨叫。原来是一众无形的结界墙壁挡在了他们身前，他们没有察觉到，皆是撞得头破血流，有的人因为跑的力气太大，更是牙齿都被撞掉了好几颗，鼻子都被撞成了粉碎。这力量，龙变三重！你是龙变三重！人们终于知道为何楚风能够轻而易举的就将那微胖男子击败。原来他们与楚风有着如此大的实力差距，这样的实力虽无法与公孙家那3位天才相比，但也绝对是进入这运雾森林的天才们中最顶尖的存在。直至此时，他们才意识到，特意进来教训楚风是一个多么愚蠢的决定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我的钥匙都给你，大人给我一个机会吧，我的也都给你，大人别杀我，别杀我！于是乎，剩下的12人不仅把他们身上的结界钥匙给了楚风，更是极为识趣的跪在地上，被楚风求饶。就连那个满脸是血的微胖男子
也是忍着疼痛爬起身来，先将4把钥匙递给楚风，随后更是跪在楚风面前，自觉地抡起胳膊猛扇自己的脸颊。他的脸本就鲜血模糊，被他这样一打，更是惨不忍睹。见状，剩余的12人也是纷纷效仿，抡起胳膊便猛扇自己。转眼之间，这先前还辱骂楚风，扬言要楚风性命，但他们已是被自己打成了猪头。9魂天河的天才不过如此。楚风满脸讽刺。其实对于这一幕的发生，楚风早有预料。大部分修武者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，面对比自己弱的人时，他就是神；遇到比他强比他狠的人，他连畜生都不如，恨不得做牛做马，一点尊严都没有。祖武下界如此，百炼凡界如此，大千上界如此，这9魂天河也是如此。楚风一路走来，遇到的修武者的确越来越强，可不管他们的修为到达何种境界，但他们的本性却是相同的，骨子里皆是欺软怕硬的废物。你们想活还是想死？楚风问道。想活，我们当然想活，大人您就饶过我们吧，我们真的知错了。那些人哭天抹泪，一边求饶一边磕头作揖，全然了没有所谓天才的骄傲模样。想活就拿出想活的态度。楚风眯起了眼睛，目光却看向了那些人的乾坤袋。那些人倒也聪明，立刻明白了楚风的意思。虽然他们的乾坤袋内的确有着诸多宝物，可是相比于性命，他们还是能够做出取舍的。于是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丝犹豫，纷纷将自己的乾坤袋取了出来，更有甚者，连藏在体内的宝物都取了出来。为了活命，他们几乎毫无保留。这可是你们自愿交出来的，不是我逼你们的。你们回头若是反咬一口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楚风将那些宝物收起后，对众人说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我们绝对不敢。大人，您就放心拿去吧，这是小人孝敬您的。”那些人纷纷表态，尽显诚意。虽然知道他们并不诚恳，完全是为了保命才会这般，可楚风还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你们记住，小爷叫做楚风，来自祖武天河。楚风对他们说道：“原来是楚风大人，小人记下了，永生不会忘记楚风大人的大人大量。”楚风明明打劫了他们，可他们却一边念叨着楚风名字，一边不断的感谢楚风。这个场面极其讽刺。其实楚风饶过他们一命，就是想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谁。反正在圣光天河，楚风已经得罪了罪的圣光一族，在9魂天河，楚风也就不怕得罪这些所谓天才了。与其畏手畏脚，还不如趁此机会扬名天下。这就是楚风不杀他们的原因。楚风要用他们的嘴将自己的名声传出去，哪怕楚风知道从他们口中传出去的未必是好名声，但楚风也无所谓。这个感觉，可忽然间，楚风神色一动，紧接着身形一转，便消失不见。对于楚风的忽然消失，众人皆是一愣，虽然脸上依旧满是恐惧，可他们对于楚风的忽然离开也是有些摸不清头脑。难道是逃了？可为何要忽然逃走呢？虽然不知道楚风为何要逃，可他们仍是松了一口气。在他们看来，他们刚刚可是捡回了一条命。至于楚风，他当然没有逃，楚风只是感受到了一个人的气息，那个人乃是宋允。宋允一脸焦急，明显也是在寻找着什么。丫头！楚风直接来到宋允面前，楚风哥哥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而见到楚风，宋允激动不已，直接扑入楚风怀中，娇柔的身躯抖动的同时，楚风还听到了这个丫头抽泣的声音。楚风看着这个丫头，虽然满脸的惊喜，但脸上却遗留着恐惧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宋允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丫头，也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。好了，别哭了，这不是找到我了吗？楚风虽然面带笑意，可却也心疼的帮宋允擦拭眼泪。人家才没哭，就是眼睛进沙子了而已。不过楚风哥哥，我实力有限，拼命的找钥匙，也只找到了2把而已。我不能和你一同进入这运雾森林深处，不能为你引路了。这是圣玉珠可能出现的位置，只能麻烦你帮我把它带回来了。不过若是遇到危险的话，你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。拿到圣玉珠是其次，你的安危才是第一。宋允说话间，取出了一个地图，递给了楚风。这地图上面标注了一些区域，不过那些区域都是运雾森林的深处，是要穿过结界墙壁才能到达的区域。傻丫头，咱们一起进去。楚风看了一眼地图后，便将拿出了一大把钥匙。我的天啊，楚风哥哥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，居然找到这么多钥匙。看到楚风手中的钥匙，宋允顿时喜笑颜开。这钥匙的数量，别说楚风和宋允2个人，就算是5个人一同进去也是足够了。若没点本事，不是辜负了你这丫头的信任。楚风说话间，已是将金木水火土5把钥匙递给了宋允。这钥匙必须在各自的身上才能发挥作用。随后，楚风和宋允便凭借这钥匙成功的穿过了结界墙壁，进入了更深的区域。楚风和宋允没有停留，而是立刻按照地图上的标注开始寻找其那所谓的圣玉珠。标注圣玉珠的位置总共有着10几处，而楚风和宋允和幸运在找到第2个区域的时候，他们就发现了圣玉珠的下落。只是看着这所谓的圣玉珠，楚风却是有些怀疑。丫头，你确定这就是你要找的圣玉珠？楚风对宋允问道。之所以这样问，那是眼下出现的圣玉珠乃是一颗看上去平平无奇的杂草。没错，就是一颗再普通不过的杂草，除了自身颜色是金色之外，可以说从外形上面与其他杂草没有任何区别。它没有光芒闪闪，也没有特别的气息，哪怕楚风用天眼观察，也是看不出任何特殊之处。不会错的，这就是圣玉珠。圣玉珠最擅长的就是伪装成杂草，可偏偏这茫茫绿色中的一颗金，让他变得极易发现。相比于楚风的半信半疑，宋允则是激动不已，蹦蹦跳跳的便来到了那颗圣玉珠的旁边，直接伸手想要将那圣玉珠给拔出来。然而当宋允刚刚触碰到圣玉珠的一刻，一股无形的力量释放而出，圣玉珠周围的空间立刻变得扭曲起来，而宋允的身躯也是变得扭曲起来，化作一缕气焰进入了圣玉珠之中。
当宋允消失之后，那无形的力量也是消失，一切恢复了平静。但楚风再度看向圣玉珠，眼中已是不敢再有一丝大意。倘若先前的他还有所怀疑的话，那么现在的他已经坚信，那颗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金色杂草，必然就是圣玉珠。眼见宋允被卷入其中，楚风便开始仔细观察起来，可是依旧无用。无论是天眼之下，还是其他观察手段之下，那颗金色杂草都没有任何破绽。没有办法了，这种情况下，楚风也是咬了咬牙，随后便紧握天师拂尘，随后向那圣玉珠靠近，做出了与刚刚宋允相同的动作。果不其然，楚风的手掌刚刚触碰到那圣玉珠，便有一股磅礴的吸力将自己笼罩。楚风只感觉天旋地转，意识都变得模糊。而当意识恢复，周遭的空间恢复正常之际，楚风已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。这个世界寸草不生，没有天空，也没有大地，而那一望无际、遍布世界各处的红色，以及扑鼻而来的血腥气，更是将此处彰显得十分诡异，甚至恐怖。但楚风根本无暇顾及这些，因为在不远处，楚风已经看到了宋允。只不过此时的宋允周围却出现了黑色的气焰，那黑色的气焰自空间之中延伸而出，如同一只指触手，将宋允他缠绕起来，并且那黑色气焰仍在不断增加。黑色气焰缠绕的越多，宋允脸上的痛苦之色便更浓。然而此时周围的空间也出现了黑色气焰。见状，楚风赶忙躲避，可却发现那黑色气焰速度极快，不仅无法躲避，还无法斩断，哪怕是楚风的结界之术也无法阻挡黑色气焰。黑色气焰将楚风缠绕之后，楚风虽仍然可以行动，但却也感觉自己体内的力量正在被快速的吸取，并且随着黑色气焰缠绕的越多，他们吸取的越快。这圣玉珠竟如此凶险，楚风眉头紧皱，面对着黑色气焰，他根本没有任何摆脱方法。但最可怕的是，他无论怎样感应，怎样观察，都是看不出要如何逃离此地。而眼见着宋允越来越虚弱，已经陷入昏迷，楚风也是拼命的来到了宋允身旁，将宋允紧紧抱住。楚风是想用自己的身躯保护宋允，不过令楚风意外的是，这一招居然有效。黑色气焰不断涌现，不断的缠绕着楚风，可是被楚风抱在怀中的宋允却是躲过一劫。可是伴随着黑色气焰不断增多，那笼罩楚风的吸力已是极为恐怖。楚风只感觉自己的身体都快被这黑色气焰掏空了，这样下去，楚风怕是要命丧于此。可他无能为力，他不知道要如何来摆脱这样的处境。很快，虚弱的楚风便陷入了昏迷之中。至于宋允，他也早就陷入了昏迷。美味，真是美味啊！真是想不到会遇到如此美味。忽然，一道诡异的声音自周遭的空间响起，紧接着，一道黑色的虚影从空间内走了出来。此物高达100米，身形似是螃蟹，但却有着上万只黑色的触手。原来那黑色气焰正是这怪物的触手。怪物没有眼睛，身上只有一个布满血色獠牙的巨口。怪物张着血盆大口，快速向楚风与宋允的方向移动，是要将楚风和宋允吞掉。可谁曾想，就在怪物靠近之后，原本昏迷的宋允却突然睁开眼眸，总算现身了。宋允看到这怪物，不仅不惧，反而在其脸上露出一抹笑容。看到宋允这个笑容，那怪物似是意识到了什么，身形一转，就要躲入空间之内。然而，只见宋允冷哼一声，随后宋允便消失不见。当宋允再度出现，只是已是来到了那怪物身后，而宋允整个人更是穿透了那怪物的身躯。怪物的身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窟窿，绿色的液体不断的喷洒开来，而怪物的哀嚎更是响彻不断。此时的怪物左摇右晃，他似是很想逃脱，但却不知道何去何从。混账东西，你竟暗算本尊！你竟暗算本尊！怪物对宋允破口大骂，可是宋允却是不予理会，而是看着手中之物，那是一颗金色的珠子。忽然，宋允手中的珠子释放出了磅礴的吸力，紧接着那黑色怪物便发出更为惨烈的哀嚎。原来是他的肉身开始分裂，被强行吸入了珠子之中。很快，那黑色怪物便被吸入金色珠子之中，而宋允则将那金色珠子吞服而下。随后，一股奇异的力量自他的体内释放而出。宋允抓住楚风之后，便遁入了空间之中。看似遁入空间，实则是离开了那圣玉珠的世界。楚风与宋允再度出现之际，已是回到了先前那片草地之上。那颗如同杂草一般的圣玉珠依旧在那里，只是此时却变得枯萎了起来，就宛如他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。宋允将楚风搀扶在草地之上，此时的楚风看上去极为虚弱，甚至可以用吓人来形容。楚风的肉身已经与干尸香差不多，血肉几乎不见了，只有皱巴巴的一层皮与他的骨骼紧紧地连在一起。而看着这样的楚风，宋允没有一丝嫌弃，反而眼中尽是心疼。多亏了你，我才能拿到这颗圣玉珠，你帮了我这个大忙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说完此话，宋允竟然面容变幻，恢复成了自己本来的模样。紧接着，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，竟然低头吻向了楚风。而神奇的是，当宋允吻向楚风之后，楚风原本干枯的身躯开始渐渐恢复，很快楚风就恢复成了原来的模样，不仅肉身完好无损，就连气色也是变得红润。除了还在昏迷之中外，他那个状态看起来比之进入圣玉珠世界之前还要好。在楚风恢复之后，宋允才停止吻楚风，随后他嘴巴一张，那颗从黑色怪物口中拿到的金色珠子则是落在了他的手中，而那金色珠子所流转的气息与楚风此时身上的气息一模一样。原来宋允是凭借这颗金色珠子救了楚风。救了楚风之后，宋允倒也并没有急着叫醒楚风，反而是伸出那白皙的小手，轻轻地抚摸楚风的脸颊。本以为这世上无人能让我心动，谁曾想却让我遇见你。宋允一边抚摸楚风脸颊，一边看着楚风，目光甚是温柔。哟，我这是发现了什么呀？
不仅发现了传说中的圣玉珠，还找到了这样可口的小美人。可就在此时，一道声音自身后响起，那竟是尹天仇。这个家伙可真厉害，居然连圣玉珠都能够拿到手。我可是听闻圣玉珠的世界极其恐怖，踏入其中有去无回，连黑煞老魔都没有办法的圣玉珠，居然被你们拿到手了。不过我若没有猜错，是那个家伙的功劳吧？尹天仇看着楚风说道：“你是如何找到这里的？”宋允终于回头看向了尹天仇，尹天仇没有说话，而是探手一抓，自楚风的怀中竟有一物飞掠而出，原来是那个银碗。银碗废除，直接落入了尹天仇的手中。这个家伙肯定以为他赢了，却不知我是故意将这宝物留下的。这宝物乃是我的，与我缔结了契约，只要距离不是特别远，我都能感应得到。本来是想找机会教训这个家伙，不曾想却遇到了这样的美味。尹天仇说道：“你是想要抢夺我的圣玉珠？”宋云摆弄着手中的金色珠子问道：“不，我对这些宝物没什么兴趣。我说的美味是姑娘你啊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尹天仇还笑着舔了舔自己的嘴唇，那个模样就像是饿狼抓到了小白兔，兴奋的连口水都快流了出来，是吗？可谁曾想，面对这样的尹天仇，宋允不仅不慌，反而在他那美丽儿稚嫩的小脸之上露出了一抹微笑。看到宋允这抹微笑，尹天仇的面容也是微微变化，他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。可是看到宋允的笑容后，他莫名其妙的感到了一阵不安。运雾森林的某处有着一种特殊的力量，将其分割开来。从外面来看，什么都看不到，也什么都听不到。可是若是能够穿过那种特殊的力量，便可以听到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。若是看到那惨叫之人，人们必会感到难以置信，因为那惨叫之人乃是在界灵师圈子内大名鼎鼎的天才尹天仇。此时的尹天仇浑身布满了一道一道的血色伤痕，原来是皮鞭，他是被皮鞭抽出的伤痕。忽然一道皮鞭横空而来，速度不是很快，可是尹天仇却是难以躲开。那皮鞭十分精准，刚好落在了一处完好的肌肤上面。当皮鞭与他皮肤接触的一瞬，顿时皮开肉绽，一道血淋淋的伤口浮现而出。怎么样，舒服吗？忽然一道温柔的声音响起，是宋允。宋允的手中还握着一个鞭子。你是什么人？这里面无法使用武力，可你怎么可以使用？尹天仇看着宋允，眼中惊恐万分。本来他以为宋允只是一个寻常少女，他还想着先将宋允控制住，然后再收拾楚风。但他没有打算杀掉楚风，而是狠狠教训楚风一番后，留给楚风一口气。他是看出楚风和宋允关系不一般，所以是想在楚风面前教训宋允。他觉得这是对楚风最狠的报复。可谁曾想，他这第一步就没能顺利的实施。在他眼中，本是小白兔一样的宋允，实则是一个小恶魔。宋允的实力乃是武尊境，这种实力莫说是他，就算是公孙家那3位天才也不是其对手。可是最令尹天仇不解的是，这运雾森林被黑煞老魔的力量笼罩，在这里面只能施展结界之术，武力根本无法发挥。但这宋允对他使用的却是武力，而并非结界之术，这让尹天仇意识到这宋允很不简单，还能说话，看来还是不够舒服啊。宋允没有回答尹天仇，反而嫣然一笑，随后手腕轻轻一抖，下一刻其手中的皮鞭居然有了变化，皮鞭上面长满了尖锐的刺。看到那皮鞭的变化，尹天仇顿时脸都绿了，于是他二话不说，先是跪在了地上，紧接着双手合十，便对宋允作揖求饶：“姑娘，我错了，我只是开玩笑的，我只想教训那个家伙，没有真的想对你如何。”“什么？教训那家伙？我楚风哥哥是你这种废物能够教训的？”宋允你冷然一笑，随后手中的鞭子便如同一条巨蟒，直奔尹天仇而去。尹天仇眼见大事不妙，赶忙纵身而起，想要逃脱，可那鞭子就像是能够追踪一样，尹天仇刚刚飞起来，便被那鞭子狠狠地抽了下来。这一鞭子下去，在尹天仇的身上留下了一道极为惊悚的伤疤，那可不只是皮开肉绽，连骨头都被抽断了几根。而看尹天仇那龇牙咧嘴、痛苦万分的表情，谁都清楚，这可不是简单的皮外伤，而是伤到了灵魂。可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宋允那洁白的小手摆动，那皮鞭便连续落在尹天仇的身上。倘若说尹天仇还能看清容貌，那么这几鞭子下去之后，尹天仇已是血肉模糊。妈的，你这妖女，想要老子死，你也别想活！尹天仇怒吼一声，随后猛然抬手，只见一道流光直奔宋允而去。见状，宋允冷然一笑，随后身子轻轻一闪，便将那流光躲开。可谁曾想，那不过珍珠大小的流光，竟然瞬息扩张，眨眼间便覆盖了数万米的面积。不仅是楚风、宋允、尹天仇被覆盖，几乎这片被宋允封锁的森林都被覆盖。那光芒虽然没有伤及宋允，可却有着一股奇异的力量，融入宋允手中的圣玉珠。紧接着，那光芒之内都散发出了圣玉珠的气息。阵法吗？宋允看着那光芒，已经发现那是一座阵法。结，圣玉珠，圣玉珠，圣玉珠。而就在这时，阵阵怒吼自大地深处传来，紧接着大地开始剧烈的颤动，随后参天巨树开始倒塌，大块的土地向外翻腾，一个庞然大物自的底深处钻了出来。那是一只浑身漆黑、身上布满触手的怪物，它无论是形态上还是气息上，都与那圣玉珠世界内的怪物很像，但是气息上来看，它却更为恐怖。当它出现那一刻，此地便被死亡的气息所笼罩。哈哈，出现了，这就是守护圣玉珠的暗魔。丫头，你没想到吧？你以为圣玉珠危险的只是圣玉珠内的世界吗？你错了，圣玉珠外面还蹲守着暗魔。暗魔平时以气的形态蹲守于圣玉珠的下方，无迹可寻。可当圣玉珠出现之后，暗魔就会出现。暗魔之前没有出现，是因为我运用阵法封锁了这方天地的气息，使得圣玉珠不被其感应到。而我刚刚不仅解开了我的封锁阵法，还扩张了圣玉珠的气息。
在我这阵法之下，暗魔想不发现圣玉珠都难。你要我死，那你也别想活，咱们3个就一起死在这暗魔之下吧。尹天仇似是一个疯子，看到那暗魔出现后，不仅不怕，反而兴奋地大喊大叫。在他看来，他今日必死无疑。可若能与宋允和楚风同归于尽，那倒也不亏。可突然之间，那庞大的暗魔发出惊恐的惨叫，紧接着便想向地底深处钻去。他似乎想逃，可是他还没有逃脱，一股磅礴的吸力便将其笼罩。紧接着，那暗魔的身躯便开始4分5裂，化作一缕缕气焰向宋允飘去，最终全部飘入了宋允口中。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而当尹天仇看到这一幕后，更是吓得瘫坐在地，瑟瑟发抖。他不仅看到那暗魔被宋允吞噬，更是可以看到宋允此时的容貌。此时的宋允不仅双眼变得血红，他的嘴巴里面更是露出了一排血红色的獠牙，那个样子极为恐怖。他哪里还是那个清纯可人的少女？这分明就是一个可怕的食人恶魔呀！好美味啊！这暗魔果然如传说中一样美味，也不枉费我费这么大的力气将你引出来。宋允将暗魔吞下后，一脸陶醉，那个小模样就像是吃了一顿大餐。怪物，你不是人，你是怪物。而亲眼目睹一切的尹天仇则是不淡定了。他虽然为非作歹，是作尽，不像是一个正经人，但因有一个厉害的师尊，所以他的见识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正因如此，关于暗魔，他也早有耳闻。暗魔的来历无从得知，且暗魔的实力也难以确定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除了暗魔极其危险，它本身还具有剧毒。暗魔可以化作气焰形态，气焰若是吸入鼻中，都会使人立刻毙命，就别说将暗魔吞服而下了。可眼前的姑娘不仅将暗魔吞下，且还一脸享受，再加上她刚刚的话，明显她是冲着暗魔而来，而并非是圣玉珠。也就是说，她拿到圣玉珠，乃是想凭借圣玉珠将暗魔引出来。说起来，还是要谢谢你了。我对圣玉珠倒是颇为了解，但对这暗魔不是特别了解，只是听闻拿到圣玉珠后，暗魔就会出现。若不是你，我可能还要动一动脑，才能将这暗魔引出。所以我要如何感谢你呢？宋允笑眯眯地走向了尹天仇，他已经恢复成了本来的容貌，那如月牙一般的眼睛，那清纯的面孔，那甜美的笑容，别提多迷人了。可是看到这样的宋允走来，尹天仇吓得都快大小便失禁了。姑娘，你若真的想感谢我，不如放我走吧。尹天仇苦笑着说道。放你走？那怎么行？你不仅夸我美味，还帮我引出暗魔，你也算是人家的恩公了，我应当好好回报你。对啊。宋允说话的时候，眯成月牙的眼眸已然睁开，血红的目光再度涌现，那尖锐的獠牙也从口中涌现。虽然他的嘴角依旧挂着笑意，可此时的笑容却是如此的恐怖。紧接着，那尹天仇便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这惨叫还持续了好一会。当尹天仇的惨叫停止之后，宋允已经恢复成了原来的容貌，可尹天仇却消失得彻彻底底，唯有那银碗落在宋允的手中，难吃死了。呸！宋允冲着先前尹天仇在的地方吐了一口口水，随后便拿着银碗来到了楚风的身旁，将银碗放入了楚风的怀中，那是先前银碗在楚风怀中的位置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宋允才张开小嘴，对着楚风一吹，一阵带着清香的微风拂过。原本陷在昏迷之中楚风也是缓缓地睁开了眼眸。丫头，你没事吧？楚风苏醒之后赶忙坐起身来，不停地打量宋允。我没事。宋允说道。我们脱困了。楚风观察四周，确定已经躲过一劫，他们是回到了安全的地带，逃出了圣玉珠的世界，不仅脱困了，而且圣玉珠也到手了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啊！楚风哥哥，难道你都不记得了吗？宋允的美眸之中布满了疑惑，那个目光让楚风也是有些自我怀疑。你是说，是我帮你拿到了圣玉珠？楚风问道。当然是你了，我进入圣玉珠的世界后便被攻击了，迷迷糊糊中看到你进来了，后来我就昏迷了，当我清醒之后，我们就已经回来了，而且圣玉珠也到手了。宋允说道。圣玉珠到手了？什么样的？给我看看。楚风问道。就是一颗普通的珠子，已经被我吃了。宋允说道。已经吃了吗？那你感觉怎么样？楚风问道。很不错呀，我觉得我的病应该没有大碍了，这还多亏了楚风哥哥。楚风哥哥，我该怎么报答你才好呢？这种救命之恩，是不是应该以身相许啊？宋允眨巴着大眼睛，笑眯眯地盯着楚风。以身相许个屁，你个没长开的小屁孩，脑袋里都想什么呢？楚风站起身来，又观察了一下周围，随后再度看向宋允。丫头，你真的没事了？没事了呀，那圣玉珠非常有效。不过楚风哥哥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宋允故作狐疑地问道。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我进去以后也被攻击了，然后就陷入了昏迷。楚风眉头紧皱，努力地去回想，看看是不是自己后来又做了什么，但是无论怎么想都是想不起来。他的记忆就是停留在了被攻击且命悬一线的时候。对了，楚风哥哥，刚刚你的怀中散发微弱的光芒，又有奇怪的气息浮现，不过只有一瞬间，是不是你怀中有什么线索呀？宋允说道。我怀中吗？楚风摸向怀中，可找来找去，只有之前藏起来的银碗。对于这个银碗，楚风没有放入乾坤袋内，而是放在怀中，是因为他一直在研究，看看怎么才能解开银碗与尹天仇的联系。他知道这银碗是件宝物，很想占为己有，只是可惜他研究的时间较短，并且在他来看，想要解开银碗与尹天仇的联系并不容易。这感觉，难道说……可当楚风触摸到银碗之后，却顿时大惊。他惊愕地发现，那银碗上面已经没有了尹天仇的气息，尹天仇和银碗的契约竟然已经解除了。可是楚风明明什么都没做，这银碗和尹天仇的契约怎么就解除了呢？这种情况的发生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是尹天仇主动解除了和银碗的契约，但那会对尹天仇自身造成极大的损伤；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尹天仇死了。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明显是第二种可能性更大。可是在这种地方，
尹天仇怎么会死呢？除非是遇到了公孙家的天才，被公孙家的天才所杀，否则楚风是想不到尹天仇怎么会好端端的死去。可是就算有了这样的猜测，楚风仍是感觉疑点重重。尹天仇那么聪明，应该不会好端端的去招惹公孙家的天才才对。我该不会是在梦中吧？楚风开始自我怀疑，无论是从圣玉珠世界内脱困，还是尹婉和尹天仇契约的解除，明明都与他有关系，可他却偏偏什么都没做。要不然就是真的自己失忆了，要不然就是发生了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。于是楚风将目光投向了身旁的宋宇。楚风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宋云眨巴着大眼睛看着楚风，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有些昏昏沉沉，似乎不太清醒。楚风摇了摇头，他本来是有些怀疑宋宇，可是看着宋宇那人畜无害的模样，楚风却觉得自己可能是多想了。